几乎每天都吃大蒜的人呢，罹患这5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降低，对健康还是有加分的效果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大蒜或者黑蒜呢当做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啊。大蒜跟黑蒜呢含有多重的抗氧化、抗发炎、抗菌、抗癌，还有抗血栓跟抗肿瘤这样的活性成分，的确是可以改善多项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的危险因子，并且在一些观察性的研究呢，跟较低的死亡率还有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上一次邱医师跟大家谈过大蒜能不能减肥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再回去看一下哈。我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大蒜对长寿有没有帮助。在今天节目开始前，请大家踊跃订阅邱医师频道，订阅人数越多，邱医师越开心。我会努力找到更多有趣的、有科学根据的医学知识来跟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更健康、更快乐。邱医师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吃黑蒜或大蒜的经验？如果你有吃，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吃过的话，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0。今天的内容，不管你有没有吃黑蒜或大蒜，其实对你的健康都会有帮助的。请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节目看到最后，你会受益很多的。再来复习一下大蒜跟黑蒜的差别。黑蒜就是大蒜经过长时间高温老化后制成的那么因为里面的氨基酸跟葡萄糖产生一种叫梅纳反应呢而变黑，在这个变黑的过程当中呢，它口感也变得比较甜，味道比较弱，不会那么呛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成分产生变化，例如说它含硫的硫氰酸还有大蒜素会稍微少一点，但是呢多酚类的抗氧化剂还有半胱氨酸这个成分会增加。虽然它的有益成分有点改变但是我认为对健康的好处其实是差不多的啦。如果我们吃大蒜不喜欢它的呛辣味，也不喜欢因为嘴巴留下的味道呢影响了人际关系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黑蒜而且黑蒜呢对胃肠的刺激也比较小。2019年营养学期刊上面有一篇中国的研究中国高龄老人大蒜摄取量与全死因死亡率的关系一项基于人群队列的研究。反正就是吃大蒜到底有没有办法降低死亡率重点整理如下。第一个，不管是体内或体外的实验研究都有发现大蒜具有延缓衰老的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说大蒜吃得多吃得少对于年纪大这种高龄的老人他们的死亡率到底有没有什么影响。高龄的定义就是80岁以上好，那这个研究呢在中国23个省份招募了27437个高龄的老人，他们平均年纪是92.9岁，而且呢收集受试者在基线就是刚纳入实验的时候还有60岁的时候他大蒜摄取的频率结果发现说经常吃大蒜每周超过5次，或者偶尔吃大蒜每周1到4次，这样的人呢比很少每周吃不到1次的人发现他存活时间更长。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加入会员，欢迎大家来加入频道的会员。加入的会员呢，邱医师会优先回答你留言上面所提的问题，而且你留的问题呢，也非常有可能优先成为邱医师下一个节目的主题内容。我会拍影片来回答你所关注的问题。大蒜的摄取量跟全死因的死亡率之间呢存在着负相关，也就是吃大蒜越多的人，他死亡率是越低的所以这个研究证实说，吃大蒜的确是可以降低死亡率的2025年呢，在健康照护科学的期刊上面呢，又有一篇文章。它的题目是大蒜的饮食模式跟慢性病的风险：来自3个大规模队列研究的证据。这个研究不是要研究死亡率的降低，而是研究慢性病的降低。这也是中国的研究，因为中国人吃大蒜真的比较多，外国人比较少这样吃好，它所谓的慢性病有癌症、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呼吸系统疾病跟心血管疾病。他们发现说几乎每天都吃大蒜的人呢，罹患这5种慢性病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他们认为说，大蒜的摄取对这5种常见的慢性病呢，有显著的总体的保护的效果。在2022年有一篇统合分析它是研究大蒜对消化道癌症的保护效果，题目是大蒜的摄取跟胃肠道癌症风险的关联跟机制也是一个系统回顾跟统合分析。分析的结果显示说，大蒜的摄取呢跟胃癌风险的降低呢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蒜当中有一些有机的硫化物包括2烯丙基2硫化物以及2烯丙基3硫化物，还有大蒜素这些成分可能参与
肿瘤细胞的调控以及促进肿瘤细胞的凋亡。这个研究呢，确认大蒜的摄取跟胃癌还有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是有关联的而且他推测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是借由多重途径来降低这个胃肠道肿瘤的风险。目前的科学证据显示大蒜跟黑蒜呢含有多重的抗氧化、抗发炎、抗菌、抗癌，还有抗血栓跟抗肿瘤这样的活性成分，的确是可以改善多项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的危险因子，并且在一些观察性的研究呢，跟较低的死亡率还有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那吃大蒜一定长寿当然是未必嘛。你减少了慢性病，减少了癌症，一定长寿吗？未必嘛，寿命的长短还有很多因素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对健康还是有加分的效果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大蒜或者黑蒜呢当做健康饮食的一部分那当然，如果吃得多的话，最好是在专业医师的建议指导之下来进行而且你要注意跟药物的交互作用，因为大蒜本身也会抗血栓，所以像邱医师做美容医学手术，我都会问说你有没有吃相关的这些健康食品，如果有补充这些东西的话，你忘了停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在手术的时候呢，你流血会比较不容易止住，那么术后的淤青就会比较严重甚至有的地方还会产生血肿，所以这个要小心在手术之前要把这些含有大蒜的成分的健康食品要稍微停一下至少停个3天到1个礼拜希望今天分享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频道，按赞分享打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